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湖北孝感。大家看看我身后杂草丛生，旁边呢还有河流。今天来探寻一个防空洞啊，听说贯穿了整个一座山，大概是上个世纪60、70年代修的。今天就来探索一下，因为这个地方呢相当的不好找，是问了好多当地的村民啊才寻找这个地方。它是在河流旁边。现在呢，我们去走一走。去寻找这些山洞都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它比较偏僻。像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，杂草丛生，草都比人高，非常不好走啊。这还好是大晴天，如果是下完雨的话，这些潮湿，整个身上都是会是湿的。这完全相当于是野外生存、野外探险一样的。这就是农村的样子。对面种植了很多葡萄。寻找了半个多小时，还没有找到。所以说，这种大山里面是非常难找的。那么我们看到这路边的石头都是属于石山的。一般修防空洞，大部分是在石山里面修，纯泥土的石山很少。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。他说一说，在那偏僻的大山里面。谁能想到，这里有防空洞？就在我们正前方这里。一般这种防空洞都是属于在石山里面挖出来的。它这里呢有3个洞，所以呢，在当地村民呢讲的话，名字就叫3个洞，一问就知道了。现在进去看看，还好我带了强光手电筒啊。这里呢也是。刺很多，已经到了路口了，哇，真的是很壮观了！一进来，这里看看是不是很隐蔽啊？通道基本上只能过1个人，然后大家进来看一下里面的情况就知道了。全部是用水泥修的，然后这里当年呢，可能有一个门，里面呢有很多碎石头。这个不知道是当时本身就有的一个洞穴呢，还是后面完全开凿出来的水泥，相当于走地宫一样的。看看，现在我们已经在洞口里面了，也不太好走啊。其实我在重庆还有四川也走了一些洞穴，那时候是1个人，我肯定是不敢来。我今天是2个人。就可以在里面走一走，感觉有点深不见底的感觉。宽度的话，也就是2米；高度的话，大概也就是2米多一点点。不知道这个地方通向哪里啊？我问了一下外面那些村民，他们说，这个整个山呢都是通的，因为总共有3个洞嘛。当然，这3个洞不是连接的。现在继续往里面走一走，大家走在这里面。会不会害怕？安安静静的，看看上面，哇，蝙蝠啊！一般这种山洞里面，蝙蝠都非常多的。然后看看底下，底下这些黑的一般是什么？大家绝对猜想不到，就是蝙蝠的那个。因为我在四川看过的，这一路都是蝙蝠。我们继续走啊，给大家看看，如果把灯关了是什么样子的。就把灯关了就这个样子，然后上面还有很多这些小孔啊，大家猜是干嘛的？1个人肯定是不敢走这里的。一路都是蝙蝠，啊，这里又是一个转弯口，相当于是四通八达里面。哦，不是，这里应该存放东西的。感觉有好多人来游玩过，你看留下了很多字，所以走到哪里都感觉会留下名字，留下到此一游。不过这个防空洞挖起来挺费功夫的。哦，来，蝙蝠。
这底下的基本都是蝙蝠的那个粪便呢。洞口就在那里，我们现在大概走了100米，里面呢听说有几公里啊，不知道真假。现在再往里面走一走。现在这里呢是一个交叉路口，这边是一个洞，然后呢这边也是一个洞。这个东西不知道谁修的啊，看起来是没多少年了。那这个洞呢，洞中有洞嘛，3个洞可能就是这边一个，然后我正前方这边可能就是封住了。现在往这边走一走，那边能够看到光线，所以呢就能出去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再往回走。感觉是石灰岩一样的。我们从另外一个洞口出来了，等一下还要进去。看起来这个防空洞啊，这里大概40-50公分宽，只有1个人进出。那么很多人有疑问，那当时开凿的时候，里面那些石头、泥土怎么运送出来的呢？其实大家看到没有，这一块呢是后面砌起来的，就是最开始挖凿的时候也是比较宽敞，只是后面完成了，那就把入口缩小了。现在我们继续进去走一走，因为旁边还有一部分，你看这全是用水泥封住的。这个地方很隐蔽啊，你不是问当地人，你来了山上也是觉得找不到的。因为我是问了当地的村民，他给我们指导在旁边有什么标志物，我们才能知道。因为这里还有一些电线杆嘛，他告诉我们在哪个电线杆哪个位置才能找到的。你看这里呢，大概就是40-50公分。这里进出是不是跟我们刚才看到的一模一样啊？它里面基本上就是挖出来的原生态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，然后只是入口用水泥弄了一下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可以这样说嘛，工程量还是挺大的。这些漆黑的，估计不知道是不是很多蝙蝠后面躲过的，看起来一望无际的感觉。这跟大家看《鬼吹灯》的电影是不是很相像？龙与迷窟，还其他什么盗墓的，一直走到底，对不对？大家来这些地方，一个人就不要来了，因为太阳漆黑无比了。我上次去四川的那个洞，我都有点害怕，还好后面是遇到一些人。那现在呢，2个人他还好。然后这个洞呢，毕竟是属于防空洞，是后面挖凿的。那像云贵川、重庆那些地方，它有些是天然石洞，那就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了，那就尽量不要走了。你像这些洞，当地村民都走过，就没什么问题。真的不知道当时到底动用了多少人来挖这个防空洞。当地村民是叫3个洞啊！哇，这里是什么？哇，应该是那个水啊渗出来变成这个样子了。蝙蝠都比较喜欢这种潮湿的，你看这里都是水，所以呢，它们就在这边定居安家。啊，这边有，反正这一块啊，比刚才看到的蝙蝠比较多一点，因为这一块相对来说潮湿一点。哇，这里，在整个洞穴里面有很多这样的，相当于是小的房间一样的，可能是储存东西的。储存物资的，因为假如说有人来防空洞嘛，有什么事情，那肯定要，饮用嘛，要吃东西，那可能就储备物资在这个地方，还挺大的，基本上隔个50到100米就有一个。这里相当于是交叉口了，T 字形了，它这个山等于3面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防空洞里面。一边，还有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。尽管说这里属于防空洞，但是里面确实非常阴森啊，有点瘆人。蝙蝠这么多，还是有点害怕的。大家如果来到这样山洞里面，明显的我们说
前方2个颜色，我们现在站的比较干燥，然后那边比较潮湿，这个大家不用害怕呀。看到漆黑无比的，应该就是那些动物的那种粪便，特别是那个蝙蝠啊。一般像比较潮湿的上面呢，就有蝙蝠在。里面我们就差不多逛完了，现在准备出去。这个出口跟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啊！里面呢可以看到坑坑洼洼的那个石头，就是墙壁啊是不规整的，而这里呢，出入口呢完全是用水泥制造的。你看这个门都还没我高，那这些呢已经完全生锈了。看这个门的那个转轴啊，就能感觉到当年这个门厚度呢应该是比较厉害，而且可能就是那种大的铁门啊，就跟我们经常说的金库一样的，非常厚。但是它这个地方，我问了一下村民，从建到现在一直没使用过，当时可能是预备的吧。建完呢就一直放在这里，现在已经完全是荒废了，就相当于就是一个山洞了，没什么区别。这个地方从建成到现在一直是废弃在这里，我不知道当年是不是完全完工了，因为里面看起来的话，只是弄了一条通道出来，也没有怎么整理，所以具体的话也不知道。因为问了一下当地村民，他们只是说也进来玩过，但是建的时候他们肯定是没有进来的。好吧，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完了，谢谢大家。